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啊？就是当你听到一个人说他朋友很多的时候，你就知道他没有什么真朋友。好像是这样。那如果有人说我朋友不多，只有2、3，你是不是就觉得他还蛮幸福的？我感觉应该都是真朋友，对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什么是真正的朋友。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？因为我看到现在很多人啊，要不就是身边有很多的酒肉之交，但是一个能交心的都没有；要不然就是认为人不应该有朋友，应该永远戴着面具生活。那其实他们这样呢，都来源于他们不明白什么是真朋友，什么是值得交的朋友。那这条视频呢，我们就来从甲骨文、孔子以及庄子的角度来给大家讲清楚3个部分，分别是什么是真朋友，如何识别一个人是不是值得交往，以及该怎么和朋友相处。那我们先来讲一下什么是真朋友啊。其实，在甲骨文里面呢，朋友这2个字代表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。朋这个字用甲骨文呈现的话呢，它就像2串烤串一样，但其实这个是2串贝壳。那这个贝壳代表什么意思呢？在商周的时期呢，贝壳代表的其实就是货币，也就是钱。在《诗经·小雅》里面有一句话啊，叫“既见君子，赐我百朋”。这里边说的朋啊，也就是钱的意思。所以说朋其实代表的就是有利益关系的2个人。简单来说就是同利益者，也就是同僚啊、同事，你都可以理解为朋。《战国策》里有一句话叫做“诸侯朋党比周”，意思就是说这个诸侯之间呢，它是结党营私的。那这个朋字也给你一种利益共同体的感觉啊，当然好像没有什么感情，对不对？那友是什么意思啊？友的甲骨文写出来呢，就像2个鸡爪一样，那其实代表的是2只手，因为他们在互相帮助，他们要互相帮助对方来完成一个难关，或者完成一件事情。那所以说呢，他们要有默契。那2个人怎么样才能有默契呢？叫做同心同德。简单来说就是对方有难的时候，你是什么都愿意帮他的，因为你把他看成你自己了嘛，你们2个心是连着的。而且有时候呢，你都不用说话，他也许知道你在想什么。所以友的意思其实就是2个人在心灵上，在价值观上，他能够达成共鸣。所以你看，朋跟友它是很难放在一起的，对不对？因为朋代表利益牵扯，那友代表心灵共鸣。可是，一旦2个人有利益牵扯了，他就很难有心灵共鸣，因为你就会想着谁会混得好一点吧，或者说我能从他身上得到什么吗？你还能够去互相帮助他吗？那既然是这样的话，朋友这2个字为什么还会放到一起去呢？正是因为他们不太好放到一起，所以我们就知道真朋友是非常难得的，是不多的。它就代表着一个人在跟你有利益交换，或者说利益牵扯的时候呢，还能跟你在心灵上达成共鸣，互相帮助，这个是非常难得的，因为它有一个大前提，叫做志同道合。说白了就是你们2个在人生道路上碰巧走了一条路，或者说某个时期呢就走到了一起，你们的利益是不冲突的，然后你们的发心和价值观呢也要能够统一，也就是说心灵上你要互相认可和共鸣，你们才能叫做是朋友。这样大家是不是就能清晰了啊？就是你会发现我们生活中很难有真朋友，都是朋或者友。你看很多人说我有很多朋友，但是你去看啊，他们可能都是利益关系或者是一些同行，你可以说他是朋党，你不能说他是朋友。那郑玄呢在标注《礼记》的时候说了一句话，叫做朋而不心气，非友也。就是说你们俩虽然是一起共事，或者说你们平时待在一起，但是你们的心里想的呢是不能够产生共鸣的。他遇到事儿的时候，如果说对您没有利益，你不帮他，那如果说你不帮他的话，你们只能是朋，不能是友。那每个人是不是都会有1、2个发小啊？有，对吧？但是当我们长大了以后呢，可能就会各奔东西了。就虽然我们联系的不多，但是你们心里想的都是对方，相处的时候呢也都会很开心。对方不管遇到什么事儿，你都会尽力的想办法。这个你可以说是友，但你们不是朋。所以我们的生活中呢，真朋友确实是可遇不可求的，能遇到呢也是我们的幸运。但是很多人啊，他是不会去识别什么人适合做朋友的。你和一个非常烂的人，你达成了朋友的条件，结果他把你带得越来越深，越来越烂啊，这个也是有可能的。所以我们还要学会如何去筛选朋友。那孔子其实给过我们方法了，他说益者3友，损者3友，也就是说哪3种人可以交，哪3种人不能交。那我们就先来聊聊益者3友。第一点叫做有直，什么意思？就是说这个人他要正直，就是他不能因为讨好你或者说利益啊，他就扭曲事实。他如果说看到你偏离正道了，他一定要想办法跟你讲清楚，他敢去刚正不阿的直言规劝你，就像一面镜子一样，他能照着你。这样的话，他就不是一个酒肉之交，他对你就是负责任的。那第2点叫有量，这边的量指的不是谅解啊，而是诚信的意思。所以说这个人呢，他要和你能够真诚相待，他不能够骗你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看一个人他为什么会骗你啊？因为他有目的。所以说一个人如果跟你相处全是目的的话，你跟他就没有共鸣了。而且呢，人无信不立，对不对？他很难能靠得住。那第3点叫做有多闻，意思就是说他要有见识，要有思考能力。你看很多人啊，他身边的朋友张嘴闭嘴就是我告诉你什么什么，你听我说什么什么，就是他跟你说的话呢，全是盖棺定论的。什么人说话都是盖棺定论，井底之蛙说话就全都是盖棺定论，因为他的视野就那么一点点。那如果说一个人见识的事物太少的话，就会很容易下定论，他会把很多错误的认知和狭隘的思维带给你，对你来说的话就是一个负面循环。那如果说他是多闻的，他就能够带你不断的成长。然后呢，我们来讲损者3友。第一种叫有偏僻，偏
偏僻的意思就是说迎合权贵啊，阿谀奉承，也就是拍马屁嘛。这个也是有直的反面，就是说他一旦对你全都是好话，没有坏话，首先他大概率啊是在 PUA 你，他在对你用术，这个对你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除此之外，他就算没有用术啊，你在一个没有勇气为朋友指出错误的人身边的话，你也会慢慢的沉沦，没有什么好处。那第二种叫做友善柔，友善柔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外表温和内心狡诈的人叫做善柔。那这种人其实就是笑里藏刀，就是你一旦发现啊一个人外表总是很和善，你好像看不到他有情绪，那这种人就很可怕，因为越是能隐藏自己情绪的人，他出手就会越狠，他越是在跟你相处的时候还能保持温和，他心里越是把你当成一个玩具。那第三种叫做有偏佞，偏佞的意思就是说这个人口才很好，但是他总是不给你实际的内容，就是你看啊，他说了一堆东西，天花乱坠的啊，但是就是没有根据，也不会落地。孔子说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，意思就是说君子说话的时候呢是很谨慎的，他不要轻易的跟你说没根据的话，或者说许诺给别人，而是要在行动上去积极去务实。你要跟这个偏佞之人待久了的话，你也会变成偏佞之人，因为这种人有一种特殊的魅力，就是假大空。要大家要知道啊，假大空他很符合人性的啊，因为人性就是不愿意做事儿，他又喜欢幻想的，所以看到这种人的话，我们要谨慎啊。那我们现在来讲第三个部分，就是如何和朋友相处。那庄子说过一句话，我相信大家都听过啊，叫做君子之交淡若水，小人之交甘若醴。意思就是说呢，君子之间的友谊呢，它就像水一样。那你看水有什么特质？水它就是没有酒的那种浓烈的感觉嘛，它没有一些杂质，它非常的清澈，它能够顺滑的去流动，能流动呢，就代表它能够长久嘛。那小人之间的友谊呢，就像甜酒一样，它就很浓烈很黏腻。那你看什么关系会浓烈黏腻呢？就是你看这两个人啊，他都互相有需求于对方。对，情侣就是啊，就比如说这两个人他都很不好，结果他们就看到对方身上有可能会有他的情绪价值，或者说他需要的价值，他们就会像饿虎扑食一样交往在一起。那我们看到这种非常浓烈的关系，是不是有一种感觉，就是他们很快会破裂？因为道它就是有度的，阴阳它是平衡的。这两个人关系越好的时候，也是越容易看到对方问题和缺点的时候。就比如说啊，你在特别高兴的时候呢，你会不会感到一种害怕的感觉？会，对不对？就是你会感到有点不安啊。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知道乐极就会生悲，所以庄子啊，他认为一段君子之交，他其实不用那么轰轰烈烈，他一定要保持一些距离，不要过多的介入对方的生活，这样才能够长久，才能够互相尊重，叫做相濡以沫，不如相忘于江湖。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与其抱团取暖，还不如把自己活好顾好。这里边的相濡以沫呢，说的就是两条鱼，它在一个干涸的水域里面互相吐唾沫给对方，然后就为了能活下去，好像很感人呐。那相忘于江湖说的其实并不是你俩就不见面了，忘记对方了，而是说你们与其去陷于这种没有对方活不下去的境地，还不如自己拼一拼，你游到那个宽阔的水域里去，游到这个江河湖海里去，不就自由了吗？那我们上面说过啊，这个友情它要互相帮助，对不对？那庄子为什么还要这么说呢？因为互相帮助它也是有度的，这俩人平时可以好好的，互相有自己的生活和价值，偶尔对方有点难处的话，出手是没有问题的，帮忙是没有问题的。但如果说你们变成了那种失去对方就活不下去的状态，这个感情就会变质，这个不是友情，这个叫做共生。共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一种过度依赖、失去边界的关系模式，它会让你们失去呢对对方的尊重。你看尊重啊，它是要两个人互相精神独立和神秘感的。就比如说你跟一个朋友啊，你们关系非常近，你就知道他很多的坏习惯，你们从小就是在一起。那就算是他哪天突然成功了，你会觉得他是靠实力吗？你会觉得他是靠运气，对不对？对。那你也不会尊重他。你看这个许由啊，他每天就跟曹操称兄道弟的，他不管什么场合都喊他曹阿满，那就是因为呢，他们曾经就是个铁哥们儿。那结果就是这段友谊直接就消失了，他就被杀了。所以说，再好的关系一旦没有边界，都会逐渐被消磨掉。那其实这么看下来啊，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君子之交是什么样的吧？就是他们一定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还有想跟大家说呢，就是任何一段关系，大家不要觉得它是一个一直能够保持稳定的状态，它都可能会在哪一天就突然失去了。因为人是他会互相成长的，人是会在变动的状态，人的变动就是一个变量，这个变量也就是我们说的道。那你看两个人，他有可能在一段时间是在一条路的，那有可能再往下发展，路就很远了，对不对？两个人就会分道扬镳，这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。就是因为这种变化，所以真的朋友才显得非常的美。那最后呢，祝你关关难过关关过，拥有幸福快乐的人生。我们下期见。